就是换一家剪更差。哦，懂，大概就是这种心态，消费者是吗？你们也是这样的心态吗？发型师要讨论这件事太孤单了。没有人啊，想不想拍是一件事，有没有要一起花钱是一件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，这是一个美发频道，如果还没订阅的话可以订阅一下，如果还没追踪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今天我要帮一个圈内同行的，也是美发 YouTuber 改造，我们欢迎，当当，诺曼。OK， 今天就是邀请诺曼呢，就是来当诺曼改造。大家应该看这个发型，应该也是有点腻了吧？如果你有一直看他频道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他的发型还算固定，对不对？对。只有前一阵子我看他有把眼镜拿下来一次，但我觉得蛮好看的啊。眼镜拿下来，然后把照片盖掉。对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你会眼镜拿下来吗？你不习惯对不对？对，不习惯啊，我觉得还蛮帅的呢。OK， 反正今天就是我要帮诺曼重新换一个发型。那如果你想要看他换什么发型的话，就可以继续把这支影片看下去。好，那我先帮诺曼洗头喽。我眼镜要拿下来吗？看你啊，眼镜是你的本体。本体，诺曼上线。好，保留眼镜好了，让本体还在。就是如果大家现在看影片的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诺曼，那我们就白邀请你了。那大家现在就是我要帮诺曼换一个发型的，就是大家应该都有看过他的频道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赶快去搜寻他，打诺曼应该就会有了。因为诺曼最近有点红，所以你只要看诺曼，就会一定会出现他的影片。讲到这里，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他会坐在这里了吧？因为他最近流量有点高。好，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帮你做什么样的发型。那现在诺曼应该算是原本是一个旁分到有点狼尾感的感觉，所以我们现在就顺势直接把它做成一个青少年团体感好了。青少年的偶像团体。好，今天这个影片就是没有很大的教学层面，纯粹给大家看一个换发型的感觉。造型改造。所以我要夹卷。对，我应该会帮你夹那种卷的、乱的，夹完之后很会这样，很会跳舞。我们现在就是在上面夹一个，就是你知道，很像波纹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！到诺曼的频道看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他教学的比例才是全部都教学，跟我们这种非专业的美发师是不一样的。而且因为诺曼都来了，所以大家也知道流量担当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录一集 podcast。如果你看完这支影片的话，你可以再到我们 podcast 听我们一次。而且其实我一直没有做过卷的造型，我的频道没有出现过的发型。对，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一集的话，你就会看到前所未有的新的造型。对。所以你现在有觉得台南有比你红的发型师吗？好好回答，也是有啦。我该讲什么？真的哦，台南有吗？可是做 YouTube 的没有，应该这样讲，你要看哪里红哦？你是说看他社群平台每个人社群不一样。YouTube 的话算是我觉得呈现比较好，然后 IG 的话我就是还在努力。大众发型师嘛，我觉得 IG 超难经营的。真的哦，那大家可以去追踪诺曼的 IG。那如果你追踪他的时候，你记得要先追踪我的，一起。你一定要知道，你要点进去看到，先看到共同粉丝，就这样才能按下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夹到刘海的地方喽。大家能想象一下，明星然后就是要出道之前，他都一定要换一个发型，对，可能要拍专辑封面。我们现在是用这种想法在做发型，不一定会真的很好看。说真的，因为专辑封面就这样出来，是不是就有人说啊也还好，他以前比较好看？对，一定会有这种声音。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一个不一样，一个感觉，对，一个不一样的感觉。那如果我们人生在追求不一样感觉的时候，好不好看一定要放在第二，关键就是不一样啊，改变很重要。对，改变是很重要，新鲜感。而且我觉得帮我造型是很难的，因为我的既定形象已经固定了。哦，对，你说我们想到你的时候都知道哦，诺曼的头发是这样。对，那你有觉得自己这样很无聊的时刻吗？就是你会觉得是不是该换一下，然后一换，大家就是觉得，就是又怪怪的，然后又只好换回来。你这个心态很消费者。就是这种啊，就是怕想换又不敢换。因为你应该看得出来，我是比较善变的人，所以我就是一个很追求一直改变。那我的客人只要害怕改变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为什么会害怕？这样，我同理心很低。我之前遇过一个客人他来找我剪头发，对，剪完他说，早知道该来找你。他说他之前那谁是帮他剪了10年，对，那没有一次满意的，对。那我就说，你剪了10年都没有一次满意，你怎么一直找他剪？对，他说他怕剪完更差，去换一家剪更差。哦，懂，大概就是这种心态。
消费者是吗？你们也是这样的心态吗？那你自己不换发型是怕失败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换太多发型，我觉得原本那个对我来讲比较好整理。哦，你是以好整理取向，你完全消费者，就是到公司我要1分钟整理完我头发，我就要上班。哦，像我就会烫发跟烫嘛，就是看不到，但是就好整理。你自己有烫吗？现在应该快掉差不多。但是你有烫？对，我觉得我最推荐就是发跟烫。很少发型是会烫发跟烫。为什么？就是韩系发跟烫那个蓬蓬的，很少人会烫我觉得超好整理的。真的假的啦？你就是烫完，我前阵子有想要烫，然后我一直想说我这样是太像消费者。我跟你讲，你烫完，你早上来就是喷点水，然后吹干就好，就松松的。对，是认真的，就像他那样。他现在比着外面我的特助。对，也不用刻意去整理，那客人就会觉得，你这个发型整理多久？我说我早上来播完就这样。我跟诺曼原本就认识了，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因为工作认识。我们工作，然后我有跟你讨论问你做影片的问题。可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很懂。就是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交流是那个麦克风啊，对，就是谁的麦克风比较好，哪一家。然后我那时候我们不是在研究到底什么麦克风，然后我不是跟你说，有人推荐我什么，然后就贴给你。对。我说你好像可以买这个，我说我买了。对，然后我就买了。他影片就是坑嘛。我们好像是因为一场作秀，对，我们一场发型秀，然后在后台。然后我看到他拿一台相机，我说，你那时候好像都没有起色，应该说刚开始啦。对，刚开始，我觉得你不要说刚开始进，应该说刚开始练习在做影片。对。然后你就超拼的，基本上快日更嘛那时候。没有啦，现在不能讲这种话，现在月更，没有周更。那一阵子一开始会比较认真在经营，不过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花蛮多时间在研究。我觉得找方向。对，因为我就会跟诺曼讨论就是设备的部分，然后找到自己的风格定位。我只能说，因为那时候发型师要讨论这件事太孤单了，没有人啊。想不想拍是一件事，有没有要一起花钱是一件事。因为我要找出花钱的好伙伴啊，那就是一起入坑。像我们刚刚不是有讨论新的东西吗？有啊，他刚才一直跟我叫我去买 GoPro， 还有买录影机。我们刚才就在想说，是不是不要用相机？因为现在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用那种小相机。可是这一台很新，它对焦超清楚。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小相机，但是我就在想说是要用录影机。需求吧，你像你这样一直录，那你等一下如果不关掉，它就会自动断掉。如果我们造型到一半，就整个唰塞。你的改造，素人改造那些造型改造都很成功。真的哦，我们今天也会很成功啊！我在做铺梗。原来是这样，是不是？那同行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是这个造型，我们也是会让它有一个全新的感觉。你说很快吗？对啊，我影片一向快很准啊。但是我不得不说，其实真正那个素人改造真的都是要花掉1天。你用看的都知道很久，对不对？漂加染，这里至少就要3个小时、4个小时，跑不掉。对，然后再化妆，然后再上衣服。我那时候想说，应该就发型改造而已吧。没有，就到时候看到，哇靠，连衣服都买，这重本呢。而且重点，我觉得我们最缺就是时间。没有，我就花。你那个基本上就1天了。对啊。你想我们每个人时间是一样，你要为了那一支影片，然后空出1整天。做这件事，话都讲到这里了。如果这支影片有广告的话，不要略过。你就认真的把广告给我看完。笑死！可以呢，可以啦，好日系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夹完大概的卷度了，那我们现在就稍微造型一下，靠定型液去做线条的摆动，就是你把头发拉过去喷，然后就会固定这样。怎么会有客人问你定型液怎么喷？定型液怎么喷？距离1个手臂的长度。天哪，很专业，就是好，距离1个手臂的长度，因为我都讲15公分以上。那喷洒的话，你可以第1轮平均喷，然后在第2轮平均喷，在第3轮平均喷，基本上你就可以跟赛亚人一样，真的一定要这样。如果你有看过七龙珠，你应该知道他们在变身到第3代的时候，不管怎么被打，他的头发都还是长那样。然后定型液通常都会是像这样，就是可以按着一直喷，但是我会蛮建议就是一下，按一下，一来不浪费，2来就比较知道自己在喷什么。那喷定型液的时候，我会边喷的时候就用手这样抓住发根，然后喷的时候它的发根就会有点固定感。那你想要这里有点飞飞的，我就会这样拉起来。这算日系吧？算了，日的，对，日系啊。你有很哈日过吗？以前啊，有对不对？我们都有，我们同年代的。对啊。不要小看你们在哈韩哦，我们可是以前哈日到不行的。我那时候本人是喜欢龙泽秀明、反町隆史反町隆史，对，什么教师啊，龟冢英吉，对 GTO，那个年代很可怕。
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是大叔年龄了吗？知道啊，迈入大叔的。有时候没办法接受，可是又好像真的是好像只能接受。以前的日系是那种一条一条一条，然后中间那一撮要到鼻子，中间那一撮要到，然后旁边要很虚。对，现在是大家看得出来是比较干爽的一个头发。现在做的这个样子，连我都觉得这不是诺曼。所以它完全不需要发蜡。不需要对，今天就是没有用到发蜡，就是用定型液，一支离子夹跟一罐定型液完成。对，步骤1离子夹，步骤2定型液，结束。如果你很想做出这种感觉，你可以在这个影片可以看第1次，看不懂再看2次，然后3次、5次、10次，终有一天你会学会。如果最后发现你还学不会，没关系，到志远频道再找一支影片，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比较好学的，简单一点的。当然，你是不是有学到东西？那我们也得到一些很微小的观看次数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戴眼镜看一下哦，戴眼镜看一下。哦，如果你是一个有戴眼镜的人，我会建议你戴上眼镜之后再微微的调整，因为镜框跟头发还是有一些关系存在的，所以我现在会看着他戴着眼镜的感觉，然后稍微调整一下。你是真的没有拟稿，就直接摸着摸着就这样了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原本设定什么东西。发型哦？对啊，我就刚刚有想象一下，很厉害吧？你知道吗？这是我自己的频道，所以我会不断的吹捧自己。如果大家有看到我跟诺曼拍的那支影片，我在里面是非常谦虚跟谦卑的。有这回事吗？大家如果有想要看到我谦虚的那一面，大家一定要到诺曼那边再看一次我跟诺曼一起拍的影片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诺曼精彩的后面，可能连他自己都没看过的。对，大概就是这种有点悲悲翘翘。我今天就想说，因为他平常都是那种直直顺顺的、蓬蓬的，所以今天就用一些卷卷、悲悲翘翘、乱乱的，在一个没有任何脚本跟讨论的状况下，就这么样完成了这个造型，这么澎湃的一个头，其实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好像你回去偶尔也可以这样，好像可以尝试新的，就乱乱的。你们看习惯吗？我现在是看有点不习惯。等下发到我的社群问一下。对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如果你有一天做了一个头发，总觉得自己看都有那么一点点不习惯，那就代表你正在改变。对，然后如果你看了就很习惯，你就是代表你没什么变化。对，但有变跟没变没有什么好与坏，就是决定你这一次的造型的目的是什么。因为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剪头发是我想说，我想要跟上一次一样就好，就我想要维持，就是今天维持跟改变是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今天帮诺曼做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有喜欢今天帮诺曼做的发型的改变。那我跟诺曼那边的频道也有，就是做那个叫什么，我们拍了什么剪刘海教学。对，如果你是短刘海还长，天哪，我刚拍完我自己忘记耶。我们是拍那个圆脸跟长脸跟大脸的修饰教学。对，那如果你是大脸或者是你是长脸，又不知道自己的刘海该怎么办的话，可以到诺曼的频道看教学，我们应该会一起上吧。对，我们会一起上。好啊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如果你有想要看谁到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